女孩不小心错过了末班车，怎料却遇到一头披着人皮的恶魔。刚开始她还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可当看见那根冰冷的铁棒，原本还挂着笑容的脸庞，顿时就吓得花容失色。왜？ 이런 거 처음 봐？ 然而绑架仅仅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杀戮和折磨才是这个人渣最大的快乐。但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？次日凌晨，老崔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他遇见一个等待拖车的女孩，便想着以帮忙的名义骗她下车，没想到对方异常警觉，直接婉拒了他的好意。但眼看着鸭子到了嘴边，老崔又怎会轻易让她飞走？他表面上佯装离开，却又趁对方不注意，拿上武器折返了回来。女孩害怕极了，连忙爬到副驾想要逃走。遗憾的是，门外的铁网堵住了她唯一的生路。由于实力相差太过悬殊，只是几锤下去，女孩就彻底丧失了抵抗。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折磨，女孩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。但就在老崔选好工具，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提出一个请求。 죽이면 돼요? 왜? 아이를 가졌어요. 老崔先是一愣，随后抬手就是一刀。老子可是连环杀人魔，怎么能够做出违背职业操守的选择？处理完尸体之后，老崔继续清洗起地上的血迹。可他没发现的是，女孩的戒指恰好被冲进了一旁的排水沟，而正是这个小小的失误，将会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第二天上午，某个幸运的孩子在郊外捡到一个黑色盲盒，然而打开之后，里面赫然是一枚残缺的耳朵。当天晚上，接到报案的警方展开了地毯式搜索。没过多久，2名警察就有了重大发现，他们在水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。一时间，无数媒体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。慌乱中，工作人员竟不慎将证物甩了出去，而这一幕也恰好落在2个男人眼中。他们一人是女孩的父亲，另一人则是死者的丈夫。同为警察的2人从没想过，他们的家人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离开自己。几天后的葬礼上，秀贤哭得泣不成声，他跪在妻子的骨灰盒前发誓，一定要让凶手血债血偿。于是，在回到警局后，他第一时间提出了休假申请，随后又利用岳父的关系拿到了5名嫌疑人的资料。那么接下来只要一个一个排除，他就一定能找到杀害妻子的真凶。当天晚上，1号嫌犯就迎来了正义的审判。可无论秀贤怎么逼问，男人愣是一个字都不说。眼看对方如此嘴硬，秀贤只好送给他一份鸡飞蛋打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他又挨个拜访了2号、3号嫌犯，但遗憾的是，2人都不是他要找的凶手。直到又是一天，当他推开4号嫌疑人的房门时，一切似乎都对上了。抽屉里藏着的女性内衣，后院地板上半干的血迹，这完全符合一个连环杀人魔的特征。然而，真正让秀贤确定对方身份的，还是那枚躺在下水道里的钻戒。他完全不敢想象妻子临死前究竟遭受过怎样的折磨。好在终于找到了杀人凶手，他势必要让对方血债血偿。与此同时，刚被偷了家的老崔已经物色好了下一个目标，利用校车司机的身份作为掩护，他甚至不用动手，就轻易骗走了一名花季少女。当女孩迷迷糊糊清醒过来，竟发现自己被5花大绑捆了起来，而往日里和蔼可亲的司机大叔更是摇身一变化作了恶魔。他拼命的挣扎，却根本无力反抗。关键时刻，一声低语突然打断了男人的暴行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老崔的心头猛地一颤，他连忙抓起地上的镰刀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缓缓摸去。可当看清来人的数量后，原本还有些忐忑的心情瞬间就变得有恃无恐。毕竟身为一个连环杀人魔，他又怎么可能会惧怕单挑呢？随着2道眼神隔空对碰，老崔主动发起了进攻。然而刚一动手，老崔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这个男人不仅很能打，下手还无比狠辣。于是他当即摸出别在腰间的匕首，不断的朝着前方胡乱挥舞。可直到体力耗尽，他愣是一下都没碰到对方。眼看着不是对手，老崔一把甩出镰刀，随后撒腿就跑。但他一个胖子哪能跑得过秀贤？3两步就被对方追上，一脚踹进了瓜棚里。紧接着，秀贤又找了一块塑料薄膜，一把套在老崔头上。很快，对方就因为缺氧而丧失了抵抗。他本打算直接砸死对方，可关键时刻却又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不想就这么便宜了这个人渣。妻子遭受的折磨，必须要让他100倍奉还。于是秀贤从兜里掏出一个胶囊，直接塞进老崔的嘴中。这是他休假前特意从同事手里借来的高科技，不仅拥有定位系统，甚至还附带了监听功能。现在只要打开手机，就能清晰地得知老崔的一举一动。因此，一场旷日持久的复仇就此便拉开了序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老崔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他紧张地四处打量，却连个人影都没发现。而更奇怪的是，那个男人竟然还留下了一沓钞票。老崔见状直接就气笑了，先打自己一顿，随后又给钱看病。这小子分明就是个神经病。由于想不通对方的目的，而校车现在肯定在被警方通缉，所以他决定先行离开再做打算。但老崔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自己的一举一动
全都在秀贤的掌控之中。下山路上，老崔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然而刚坐上车，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异样。不论是贼眉鼠眼的司机，还是身后一脸奸相的精神小伙，两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。而驾驶员的登记照片更是直接印证了他的猜想。刚丢了一只猎物，又莫名其妙挨了顿毒打。老崔正愁着找不到地方发泄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遇见两个不长眼的同行。于是接下来这辆抢来的出租车上便上演了一场王者大战青铜的好戏。第二天上午，老崔开着抢来的破车找到一家诊所，由于伤得不是很重，医生很快就帮他处理好了全部伤口。男人本打算揍老头一顿，这样就能省下治疗的费用，可在看到小护士的瞬间，他顿时就生出了一股邪念，顾不上再揍老头，老崔直接将小护士堵在了杂物间，并威胁他立马脱掉衣服。见女孩干站着没有动作，他更是一拳打爆了玻璃橱柜。小护士哪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场就被吓破了胆。在对方不断的催促下，他含着热泪一点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。就在老崔即将得手之际，锁着的房门突然从外部打开，秀贤手持灭火器及时赶了过来。那是我要天请假。经历了一番暴打，老崔再次丧失了抵抗。小护士见状正准备逃走，却被眼尖的秀贤拦了下来。他请女孩稍等片刻，因为一会还要他帮个小忙。说完，他便扒开老崔的鞋袜，一刀挑断了他的脚筋。半日之后，老崔连人带车被扔到了郊外。直到现在，他也想不明白两人之间到底结了什么仇什么怨。但有一点他很清楚，自己身边绝对被装上了定位器，不然对方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找到自己。虽然老崔猜的没错，但他又怎会想到那个小小的定位器其实就藏在他的肚子里，从天明找到天黑，老崔始终一无所获。于是他决定先去投靠朋友，等到养好伤势再考虑复仇。可想而知，能跟连环杀人魔做朋友的，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而丧彪的特殊嗜好就是吃人，他是一头连环食人魔。在听完老崔最近的遭遇后，丧彪认为对方肯定是哪个死者的家属，之所以一直没报警，就是想亲手为家人报仇。不过他现在恐怕已经心理扭曲，成为了跟两人一样的变态。眼瞅着老崔的脸色迅速阴沉下来，丧彪连忙收起笑意，他让好友随便找间屋睡，自己则去准备明天的早餐。此刻在别墅的外围，秀贤将两人的交谈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原本只打算折磨老崔，但今晚必须也给丧彪长长记性。当他偷偷撬开后门的同时，丧彪刚好选定了明天的早餐。他把女孩拖到案板上，正准备将其大卸八块，幸好关键时刻，身后的音响突然停了下来。由于干活的时候必须要有仪式感，所以丧彪立马开始寻找原因。可当他解决了音响问题后，原本绑在桌上的早餐却诡异的不见了。他找啊找，找啊找，一转头竟被身后的男人吓了一跳。看着面前的人渣，秀贤忽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。对方首先会说一堆屁话，随后摆出一副自以为残忍的模样，露出一脸傻笑，接下来就该主动出击了。丧彪的操作和秀贤想的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在于他甚至还没有老崔能打。就在秀贤准备替天行道的时候，厨房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。老崔先是一愣，随后抬手就是一炮。在对方的火力压制下，秀贤只能选择暂避锋芒。老崔没有着急去追，而是先帮丧彪解开了束缚。秀贤也没有急着离开，他翻进2楼，准备找个机会将两人逐个击破。就在他屏住呼吸，等待对方露出马脚的时候，却没注意到身后已经有人摸过来了。好在女人的偷袭只是划破了一点皮肤，可当秀贤准备捡起掉落的武器时，丧彪却猛地冲了出来，然而一击不中，他就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了。只是3两下的功夫，丧彪就彻底失去了还手之力。而就在此时，老崔也已经悄悄摸了过来。秀贤见状连忙掏出鱼钩，随后一股脑的撒了出去。有心算无心，对方自然没有幸免的道理。趁此机会，他快速冲了过去，飞起就是一脚，但也险些被老崔送走。接下来一顿毒打自然是跑不了，可这一次下手着实有点重。为了继续折磨对方，秀贤不得不把老崔送去医院接受治疗。坐在车上，他不禁回想起丧彪说过的那句话，或许自己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。第二天上午，丧彪夫妇被警方送进了医院，而秀贤也在一家偏僻的诊所处理好了一身的伤口。同事劝他早点收手，男人却说自己曾对妻子发过誓，一定要让那个人渣血债血偿。同事见状又问起胶囊的效果如何，只要对方不拉肚子，应该不会发生意外。话音刚落，秀贤立马让他闭嘴，因为一旦让老崔得知此事，那他很快就会脱离自己的掌控。可两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老崔的身体虽然还在昏迷，但他的意识却早已清醒过来。再次睁开双眼，老崔已经被丢进了一处废弃的桥洞，然而肉体的疼痛却丝毫未能影响到心情的愉悦，因为他终于确认了对方的身份。一边寻找药店，他一边疯狂地挑衅起来。네가
뭔지 내가 맞춰볼까? 장주연. 연희동 사는 장주연. 맞지? 오래 걸리지도 않아. 기대해라. 진짜 고통이 뭔지 내가 가르쳐 줄 테니까.在寻找泻药的同时，老崔还不忘扰乱对方的心神。他告诉秀贤，在杀人之前，女孩好像说过自己怀孕了，这事儿你应该不知道吧？随后他更是爆出猛料，自己马上要去干一件大事，如果不能及时阻止自己，那秀贤恐怕就要后悔终生了。在对方火速赶来的同时，老崔已经蹲进了厕所。几分钟后，他终于在排泄物中发现了那枚不断闪烁的胶囊，但为了迷惑秀贤，他又盯上了一名倒霉的司机。在征得对方同意后，立马将胶囊塞进了他的嘴里，随后又开上小哥的出租，直接扬长而去。当秀贤循着定位急速赶来，最终还是慢了一步，厕所里只留下一个陌生男人，而老崔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失去了对方的行踪。秀贤顿时感到无比惶恐，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道身影，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，一个大嘴巴子扇醒丧彪，接着逼问起老崔的去向。他本以为想要得到答案，肯定要费一番手脚，怎料对方竟丝毫没有隐瞒的意思。丧彪告诉秀贤，老崔现在肯定在去你岳父家的路上，等到搞定一切，他更是有极大的可能投案自首，因为看到你痛苦不堪的样子，才是他最大的快乐。秀贤闻言顿时目眦欲裂，他当即撕烂了丧彪的臭嘴，随后便火急火燎地向岳父家赶去。但就在半途中，他却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老崔已经联系了警方，并约定在1小时后投案自首，而手机的定位信息距离岳父家竟然只有500米。听到这个噩耗，秀贤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，他急忙给岳父打去电话。遗憾的是，伪装的恶魔竟也在同时赶到，可想而知，岳父最终也没能逃过老崔的毒手。而正当这个人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刚刚下班的小女儿却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。那么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可能就得出意外了。半小时后，当秀贤匆匆赶来，岳父家门口早已围满了警察。老人虽然没死，但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。家人的遭遇令秀贤万分后悔，如果不是自己执意要报仇，岳父和小姨子就不会发生意外了。就在此时，警方突然接到了老崔的电话，而对方则指名道姓要跟秀贤谈谈。他嘲讽男人自不量力，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上自己这个杀人魔。现在家破人亡满意了吧？老崔还告诉秀贤，自己现在就要自首，他要让对方永远也找不到机会报仇。半小时后，首尔警局门口站满了警察，而老崔也果然像他说的一样，驾车来到警局准备自首。虽然浑身是血，遍体鳞伤，但男人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紧张。他举起双手，做出投降的姿态。民警见状也立即展开了抓捕。关键时刻，秀贤突然从一旁冲了过来，他一个漂移来到老崔跟前，接着一把将其抓上汽车，在警方眼皮子底下成功劫走了这头恶魔。秀贤将老崔带回了他的老巢，可即便死到临头，男人却仍然一脸的笑意，因为身为一个变态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，什么是痛苦。在两人的这场对决中，他取得了碾压性的胜利。老崔说的没错，秀贤确实已经失去了太多，所以在结束之前，他一定要让对方体会一番自己的感受。利用现有的道具，秀贤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断头台，只要松开绳子，铡刀便会从天而降。死亡虽然不会令老崔感到恐惧，但如果动手的是他的家人，那会不会是另一番心情呢？匆匆赶来的两老一小，此刻还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，而被绑在砧板上的老崔更是一脸嚣张，还在冲着胶囊喋喋不休。殊不知半分钟后，他也将品尝到绝望的滋味。아빠! 아이고, 이제 왜 가져왔어? 이 자리야! 안에 있는 거야? 안 돼! 문 가져와! 随着门上传来的力气越来越大，老崔终于撑不住了。一代杀人魔最终死在了亲人的手上。至于三人该如何面对这个场景，就不是秀贤该考虑的了。虽然成功审判了杀害妻子的恶魔，但岳父和小姨子却为秀贤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如果能够回到过去，相信他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